威尼斯最窄的巷子，这条巷子仅有53公分宽，那这里其实是凹下去的耶。以为他会跳上桥。这家书店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，威尼斯颇具名气的街头小吃排队店。Mr. 意大利跟我求婚的桥，又是一个没有人的一天。大肚弟，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废话不多说，这一集就是让你轻松掌握威尼斯的必玩景点、路线、必吃美食以及住宿区域选择以及避雷指南，真的是干货满满。赶快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为了躲避观光客，淘淘这次带家人直接住在玻璃岛。关于威尼斯船票攻略以及玻璃岛住宿介绍，请见上一集。另外，今年2024年从4月25日起就开始实施门票咯，谣传明年会涨到10欧。关于门票的支付以及规范，淘淘会在前一集也有介绍哦。从玻璃岛出发，可以搭乘4.1或4.2号线直达威尼斯本岛。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就从这间面包店开始吧。这间面包店可是当地人的最爱，虽然没有座位，但是还是推荐大家来吃看看道地的威尼斯甜点哦。必吃的就是 Pan di Pescatore 跟 Moro di Venezia。买可怜，来吃，打开爸爸。是什么 Pan di Pescatore 它的诞生来自于威尼斯的渔民，它主要成分呢就是面粉、糖、蜂蜜以及鸡蛋，另外加了大量的坚果和干果，不仅能够提供高能量，还有各种的营养成分，能够长时间的保存，因此成为渔夫们的理想干粮。必安住你要叫这个是台湾的，是什么？古老的必安住店蚊香卷，就是这个。是哦，你照一下。Moro di Venezia 主要是由高品质的黑巧克力制成，它的来源呢可以追溯到威尼斯共和国时期。要去全威尼斯最小的巷子。到了，这里。吃饱喝足，我们来挑战威尼斯最窄的巷子。这条巷子仅有53公分宽，甚至是在地图上都有点难找到。蛮挤。那么瘦。哦天啊！哇，其实真的蛮挤的哎。爸，你可以吗？可以看，爸爸很瘦，爸爸很瘦。要穿过去，除了要考验大家的身材，还要对抗幽闭恐惧症。就说这条巷子的历史呢，可以追溯到中世纪，当时为了防御敌人，故意设计的如此狭窄。不过呢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意大利的秘密打卡景点。真的，如果来威尼斯不来这里打卡拍照，就真的太可惜了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到圣若望吉保路广场，这个广场上呢有3个重要的景点。第一个就是圣若望吉保路大殿，这座哥德式的大教堂在1430年完成了。这里是威尼斯众多公爵的安息之地，也被称为威尼斯的万神殿，埋葬了许多重要的威尼斯历史人物哦。再来位于旁边呢，那是一所医院，进来都身份都红了。哦，看啊，这是医院ospedale。它现在是威尼斯市立医院的一部分，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建筑风格。Bartolomeo Colleoni 的骑马雕像，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威尼斯军事将领的风云人物，他在威尼斯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。这家书店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，特色之一就是其独特的陈设。由于威尼斯的水患问题，所以店主卢伊吉使用了船只和浴缸来保存书籍，避免它们被水淹没。这些原创的摆设如今成了书店的标志。此外，他还用受损的百科全书建造了一个楼梯，让游客可以从书店的后面看到雨果笔下的科多马提斯的《咸海叙事曲》。书拍完了，绝对不要走哦。隐藏版的可以拍免费的购物。舅舅小心哦。好，来拍照。
接下来我们来到威尼斯最具标志性的建筑里阿尔托桥，是威尼斯4座横跨大运河的桥梁之一，也是最古老的一座。这座桥呢以文艺复兴风格著称，被称为白色巨像。桥的两旁有市场和餐厅。桥身最早的设计呢是浮桥，也被称为钱币桥，因其东面入口附近呢有造币厂。后来随着里阿尔托市场的发展，桥逐渐被改了木桥。然而木桥却经历了3次的坍塌，最终呢在16世纪时才被改为石桥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推荐大家可以在日出或是日落的时候来上桥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威尼斯最美的一面。玩的差不多，肚子也应该饿了。今天要来带大家去吃一间当地人的小吃店，这间生意非常好，是威尼斯颇具名气的街头小吃排队店，各式各样的海鲜以及现炸海鲜。这里呢有鳕鱼酱、兔子沙丁鱼、海鲜沙拉、墨鱼等等，但最令人期待的还是炸海鲜。耶！哇哦！爸，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点梅肉呢？这个非常不道地呢。哪一组到底的？ Pistachio、Caramelo、Amarena， 还有 cheesecake 都可以。来威尼斯除了要吃海鲜以外，品尝 Cicchetti 更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部分。这是一种类似像西班牙的 tapas 的开胃小点。Cicchetti 的口味很多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制式。推荐的有醋渍沙丁鱼、鳕鱼酱。在享用 Cicchetti 的同时，通常会搭配1杯鸡尾酒以及1杯葡萄酒哦。到了 Mr. 意大利跟我求婚的桥，天哪！当时呢 ，Mr. 意大利真的是绞尽脑汁的把我带在这个桥，请我找出这个涂鸦。凡事突如其来，必有古怪。结果我真的找得太认真，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背后一直不断的呼唤我。等我回头才发现，他已经跪在那里拿着戒指，大概跪了10分钟，超可怜。对不起，是我肤浅。就是这个，这就是 Banksy 啊！是谁啊？街头画家。凭他也配。我们决定搭船到圣马可广场。如果大家的住宿选在本岛，其实我还是会推荐大家买船票，尤其是在威尼斯要一直不断爬楼梯的情况下，有时候搭船呢，反而是让自己放松休息一下，而且还能欣赏到整个威尼斯的市容哦。来，家人们，这是影片哦。来，弟弟，原是我不配。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心脏地带，但你知道吗？它这里其实是凹下去的耶。这个凹陷的设计其实是古人的智慧结晶。广场下面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排水系统，这些孔洞呢主要可以帮助排水，让水不至于长时间积在广场上面。那这些排水孔会在雨季以及洪水来临的时候呢，将水快速的排出去。甚至威尼斯人说，在洪水过后，圣马可广场上都可以看到很多鱼，因为呢，在涨潮的时候，很多鱼就会通过这些孔洞钻到圣马可广场上。圣马可大教堂是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，建立于11世纪，融合了拜占庭、哥德和文艺复兴等多种的建筑文化。教堂内呢，装饰非常的华丽哦，有着著名的金色马赛克壁画以及圣马可的遗骨。教堂的屋顶还有4匹铜马，象征威尼斯的权力和荣耀。圣马可钟楼是威尼斯的地标之一，高约98.6米，可以俯瞰整个威尼斯市区的壮丽景观。总督宫位于圣马可广场旁边，这座哥德式的建筑呢，曾经是威尼斯总督的居所，展示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和艺术珍品。叹息桥连接着总督宫和监狱。那为什么叫叹息桥呢？据说因为过去罪犯被押送在监狱的途中呢，会经过这座桥，在穿过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透过桥上的小窗，再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和自由，就会忍不住发出深深的叹息，因此变成了叹息桥的名字的由来。漫步于广场的同时，顺便来威尼斯的花神咖啡馆打卡一下吧。
这间咖啡馆开业于1720年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，拥有超过300年的历史。许多的名人像歌德、拜伦、狄更斯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，这也使得这个咖啡厅成为了一个名流聚集的地方，也使它提升了它的知名度。我们的瑞士的干呢都消费了，这里哪会消费？咖啡7块而已，7块还可以了。7块而已，那你去做。我们这干的这个汉堡是多少钱？银子像流水一样。来威尼斯怎么可以不坐贡多拉呢？虽然呢这个最美书店那边我们已经有坐上去过瘾了，但是当然要绕着威尼斯城市一圈才过瘾啊！现在贡多拉滑一圈都已经涨到100欧了，真的是花不下去。说到这，不得要提一下这个导览团，一个人才31欧，真的超划算。链接呢，宝宝已经放在下方了哦。我们先到集合点汇合，汇合以后会每一个人发一副耳机，然后就出发。首先呢，会先带大家到大运河上面，在这里讲解整个威尼斯城市的历史以及发展过程。哦耶！这是我们划船的。好像目前整个威尼斯只有400多艘船吧？他刚刚有讲。你看这里还可以吃饭，可以坐这里耶，好可爱哦！这个还在好像好吃。你看他的脚，妈，你看他的脚，对啊，看他踢墙壁，因为他刚刚已经在靠近墙壁。对啊，他踢墙壁耶，有没有？转弯了，转弯了，好恐怖！哇，可以成功，可以成功了，好厉害啊！他蹲下来，因为我现在要过桥，我们要进桥，所以他一定要蹲下来。哇！我以为他会跳上桥，一个字，绝！不要再跳下去。不是日本。你的冰感。又是断桥。晚餐时间，这间餐厅真的超好吃。推荐菜色有 Bigodin Salsa 威尼斯经典洋葱提鱼酱意大利面，以及新鲜的烤鲈鱼，还有威尼斯牛肝 Fegato alla Veneziana。这个就是台湾，这是烤猪肝的猪肝的那个味道哦，超好吃。然后配火链塔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家的海鲜炖饭也是好吃到不行，超级鲜，而且很绵密。灯，然后我们呢把灯，你看人家别桌都要点灯了，啊，我们灯都还来不及点，就为了他点了灯，我们也要点个甜点。Nice。甜点就以2个最经典的意式甜点来收尾吧，提拉米苏以及班纳口达意式奶冻。好啦，这一集的威尼斯旅游攻略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下一集淘淘会带大家去威尼斯鲜少人知的私房景点，所以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。Ciao, a presto!